女人正准备烧火做饭，结果一掀开盖子，发现米缸早已见底，里面的米粒屈指可数，连塞牙缝都不够的。女人翻遍了家里的各个角落，除了几头大蒜，其余再也找不出什么吃的了。无奈之下，这个苦命的女人只好跪下祈求灶王爷的保佑，希望灶王爷能给她变些米出来。怎料她话音刚落，灶王爷和土地公便现身出现。此时双击留下一句有求必应，灶王爷也会保佑大家。这个金秋心想事成的好运连连。原来女人名叫冯喜，为了给外出做生意的丈夫准备晚饭，她已经急得焦头烂额，以为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跪求灶王爷。灶王爷了解到了冯喜的难处，于是便打算帮她一把。怎料两人追出去后，却发现冯喜正一步步地走进河里，以为他是想不开，于是连忙上前劝阻。可是冯喜并没有搭理两人，急得他们赶忙上前阻拦，不料却一人挨了冯喜一个大耳光。看着飘走的鱼篓，冯喜顿时勃然大怒，原来他只是想到河里捞鱼，给外出的丈夫夹菜而已。这顿时让两位神仙感到非常尴尬。为了给冯喜赔礼道歉，灶王爷便去买了热腾腾的肉包子送给他，这让冯喜感到十分开心，因为别说是包子了，他们家就连馒头都吃不起。虽然冯喜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，但她却有个非常爱她的丈夫万春。为了让冯喜过上好日子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出摊，但她的运气似乎不是很好。客人本想买她的青草茶，可转眼就又去了别人家，仅只是因为隔壁家卖青草茶的小女孩非常的可爱，这让万春一次次的错过机会，最后忙活了一天才赚了2枚铜板。回到家后，看见桌子上的肉包子，万春就好奇地问妻子是怎么回事。冯喜便将今日之事都告诉了丈夫。看见妻子把2个肉包都让给自己，万春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，让冯喜过上好日子。而冯喜也非常的相信他。突然万春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致富的好办法，随后便拉着妻子来到小树林。万春挑了一块木桩带回了家，随后便对着木头敲敲打打。妻子一脸疑惑地问他在干嘛。万春表示隔壁村的土地公很是灵验，对待老百姓可谓是有求必应，于是他就想要用这块木头雕刻一块元宝如意，然后供奉在土地庙里，以保佑自己大富大贵。夫妻俩满怀期待地雕刻着如意，殊不知他们的这一举动即将给全家带来灾祸。